在未来世界，人类的背后将会嵌入一对翅膀，这是科学家发明的悬挂式滑翔机，可以让人类体验飞一般的感觉。小夫作为日本首富，最近迷恋上了只靠一对机翼就能翱翔天空的滑翔机。作为2条腿常年在地上蹦的大熊，羡慕不已。恐高的他偶尔也想玩点刺激，可小夫却一口否决了他，毕竟玩这东西特别烧钱，只有他这种富二代才能任性玩。看着小夫疯狂内卷，大熊在回家的路上便开始酝酿情绪，只为一到家就能哭到高潮。看着大熊跪地求猫的样子，小多拉只好掏出一个未来孩子的玩具。别看机翼平平无奇，却是未来力学技术的结晶。然而他还没解释完，大熊就被大学才涉及到的知识烧穿了 CPU。于是小多拉只好带大熊实操演练。他将滑翔机套在身上，然后一个房顶冲刺，就让250斤的胖子原地升天，而只需操纵腹部的拉杆，就可以改变滑行的方向。什么叫重量级选手？这就是重量级选手。之后换大熊体验，可他刚冲到房梁边，就一个急刹车决定狗命。小多拉只好带他寻找更低更安全的地方。正所谓有好事第一个喊上媳妇，于是大熊便带着静香来到了小山丘上，而小多拉则在地上铺了上升气流软垫，只要大熊跑得精准狠，垫子就会助大熊原地飞升。于是大熊顺着下坡一路奔跑，双脚慢慢离开地面飞了起来。可惜他还没快乐3秒，就因为偏离了方向，一招毁容式降落砸在了地上。小多拉只好又拿出一个滑翔机，让静香给大熊示范。只见静香以同样的方式助跑，精准狠地来到垫子上，直接上了天。他继续操纵拉杆改变方向，玩得不亦乐乎，连妹子都能轻松拿捏。大熊不信自己这个男主还没光环护体，可惜他再次起飞后，又是一通蛇形走位，在亲友团的打气加油中，才找对了垫子的方位上了天。可他上天还没3秒，就开始玩起了自由落体。静香赶紧现学现卖，让大熊操纵拉杆才稳住了身形。俯瞰城市的美景，让大熊自信心爆棚，于是他也学着静香的高难度动作，玩起了空中旋转3600转，然后就失控了，眼看就要摔成一滩番茄酱。大熊猛拉杆，终于在最后1秒成功自救。3人重新集合后，小多拉杆受到了上升气流，于是便跟着静香来到了云朵之上。可当大熊也想踏上追妻之路时，上升气流却诡异消失，将他送到了小夫面前。他本想给小夫个大惊吓，奈何小夫太矮看不到，直到再一次毁容式降落，才被小夫注意到。听说大熊把玩具称作滑翔机，小夫只觉得他是过期牛奶喝多了，精神出了问题。大熊顿感自己丧到了极致，于是再次来到小山丘，助跑升天一气呵成。可当他再次杀回去时，小夫却早已不见踪影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妖风吹过，让大熊成功洗涤床单皮肤。他好不容易挣脱出来，可膀胱一扫，立马开启反程模式，可惜早已超速。熊虎相撞，2死0伤，胖虎秒变一拳超人，就是一套虎虎生威拳。没死透的大熊再次回到山丘，发誓一定要让小夫看到自己飞行，羡慕嫉妒恨。他在空地看到了小夫，第一次从右面飞过，小夫往左看；第2次从左面飘过，小夫往右瞅。可在1再2不再3，只听一声炸响，大熊机毁人亡。不过这一次，小夫终于看到了，他不明白自己到底要羡慕啥，是老头红了脸，还是盆栽没了家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出门遛狗遛猫的倒是常见，出门遛手套的陆木还是第一次见。更有甚者，竟然遛起了如同生化武器般的陈年老袜，这到底是什么新萌宠？世界上最悲催的事，莫过于成双队的袜子只剩下1只，看着老妈就要进化成暴怒的女帝。蓝胖子赶忙投奔茂信，可大熊心大得很，混着穿也是一种时尚嘛。可蓝胖子一问手套，竟然也只剩1只了。为了成双队，蓝胖子掏出单支探寻导线，大熊拿着导线就怼到了手套上，手套它竟然站立成精了。原来手套也知道孤单寂寞冷，带着大熊就出门寻找另一半去了。来到分岔口左右探寻，带着2人来到了一处狭小的缝隙，说着就走了进去。可这不是为难蓝胖子吗？大熊只能大力出奇迹，把蓝胖子硬生生塞进了缝隙。只怪蓝胖子平时吃的太多，到了出口又是对蓝胖子的2次暴击。当胖虎小夫路过时，蓝胖子已经变成了蓝瘦香菇。2人也是第一次看到遛手套的，但大熊可没那时间跟他俩解释。手套似乎感受到了另一半，拽着大熊就来到了空地。大熊2人往水泥管里一扫，竟然有头金眼猛兽，看着狗子能戳死人的尖牙，蓝胖子吓得只能原地蹦迪。但大熊膀胱一扫，以蓝胖子为盾，木棍为剑，狗子是松口了，可大熊却惨了。丢失的另一半重新寻回，给蓝胖子感动的热泪盈眶。刚找回手套，胖虎就来求帮助了，掏出了他从出生就没洗过的陈年老袜，因为只要穿上它，棒球赛就从没输过。至于怎么赢的，那当然是靠生化武器扼杀对手了。
这袜子的威力可不一般，让野猫炸毛，让吊死鬼引体向上，甚至差点让跟袜子亲密接触的大熊气绝身亡。可最终，袜子把大家领回了胖虎家，穿过客厅，竟在垃圾桶中找到了重口味的另一半。大熊决定做个助人为乐的优秀少年，首先帮妹子找到了钟爱的琴锤，而后帮收藏家找到了古董的另一半，还帮沈正先生找到了拖鞋。至于静香要找的，竟然是2年前丢失的一只小熊。虽说时间有点久，但只要另一半还存在，就有希望。插上导线，棕熊竟然动了起来，这就说明他的另一半还存在。迈着熊出没的步伐，穿过一望无际的大海，静香讲起了小熊的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他们是静香最好的朋友，还有着陪静香睡觉的特权。可因为丢了一只，静香就再没碰过小熊。虽然是个悲伤的故事，但静香只希望另一半没事就好。穿过商业街，棕熊被淋湿，静香还体贴地帮其擦拭，这更让静香担心另一半活得是否很好。大熊善意地为静香打气加油。这时棕熊有了反应，一路奔跑来到公园，粉熊出现了。经过2年漫长的等待，小熊终于再次相拥。本以为小熊终于可以成双对了，可粉熊早有了新主人。小女孩对粉熊相当好，在路边捡到缝好了破损的地方。大熊本欲让它归还，可静香是善良的，送上了手中的棕熊。在小女孩感动的目光中，3人飞升离去。只要对小熊好，主人是谁重要吗？回到家中，大熊本想当个干饭人，可袜子找不全，晚饭大熊你就别想了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道具还可以用来找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在未来世界，再也没有人生输家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手表，只要将每天的计划输入进去，手表就会带着你强行自律。大熊小年纪就老年痴呆，明明6点要看陆幕动漫，7点才回过神的大熊追悔莫及。明明约了媳妇闺房约会，却因忘记割了女友，就连老爸拜托他买的纪念币也忘在了脑后。要知道，这东西一增值，起码稳赚一个小目标。看着大熊为逃避责任回房间当读书人，小多拉1秒变身腹黑猫，拿出一块平平无奇的手表，并设置到8点的闹钟，接着将它戴到了大熊手上，就等着对方变身飙歌。果然8点1到，大熊就像过期牛奶喝多了，精神出了问题，跳出了没有3两白酒下肚跳不出的感觉。原来这正是手表的功能，只要把要做的事情提前录下来，自己就会变成一具特别自律的傀儡。于是大熊二话不说规划起明天的行程。小多拉建议他放学回家后要先学习，可学校学了一整天，回家还学习。大熊表示做不到，虽然正常孩子都不爱学习，但手表会让他做到。于是2点学习，3点找媳妇的计划就这么快乐的决定了。为了给割了静香这件事道歉，大熊决定去找静香前给她买点小礼物，毕竟这年代女孩子就喜欢会点超能力的男生。之后大熊会慢跑锻炼身体，回到家后会先恶补陆幕动漫，接着泡个热水澡，最后吃个满汉全席结束一天。大熊照着满满的计划表，将一整天的行程输入到了手表中。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，因为一向不会失眠的大熊竟在凌晨2点钟时梦中惊坐起，并来到书桌前翻开了书本。大熊只当自己是梦游上了身，可当他刚要重返被窝时，身体却把书桌当成了亲闺女，怎么都无法移开视线。他这才意识到弄错了上下午，顿时被自己蠢到开启了大眼特效。就算他使出乾坤大挪移这本古董秘籍想逃跑，也只能挪移到书桌前，当个考前苦读的熬夜学渣。但大熊并没反思自己上下午不分，反而怪起小多拉的2手道具从没靠谱过。终于挨到3点，大熊本以为自己可以睡个美容觉，可手表却要带他夜闯妹子温柔乡。虽然他一直用右手攻击左手，疼的都是自己，但还是没能阻止想找妹子的手表。只见他来到礼品店，就捶了9980一下，被迫营业的老板打开门，听说只要区1块口香糖，顿时芥末直冲脑瓜顶，也不管孩子今年才8岁，对着大熊的脑顶就是一套组合拳。大熊来到静香家时，虽然用手抓墙，差点撬起牛顿的棺材板，可他还是被送到了静香家门口。本以为大门紧锁，手表会知难而退，岂料手表竟带着他飞檐走壁，硬生生把他送到了妹子床边。静香原本在梦中夜会大熊，没想到一睁眼，大熊本熊竟出现在眼前，吓得静香以为这是遇到了变态中的变态，眼看自己要被强行退婚，大熊顿时哭成了高压喷水枪。静香只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听闻此话，大熊立刻发动超能力送上小礼物，而静香就喜欢如此物质的男人。可2人还没来得及深入交流，到点的大熊就一脚地板油再次启程。因为在他的规划中，下一步将慢跑锻炼，之后他对着满是雪花的电视看了个满足。6点半时，他一个猛子跳进了冷水浴池中，然后来到厨房干起了饭。爸妈看到早起的大熊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然而大熊最后的计划是当个睡美人，可惜这个计划估计是不能完成了。